大家好，本篇会讲解一个专门分析原子间接的程式，它有两种模式。第一个是用来评估原子的间接度，这个模式称为 atom mode，计算一个特定的原子以及周围之间到底有几个原子产生了间接。第二个是量化一个原子团簇的大小，以及这个团簇在系统中的比例。这个模式称为 cluster mode。程式将系统中的原子区分为两大类：center atom 跟 major atom。每个 center atom 都会测量周边的原子，也就是 major atom。可是 center atom 之间不会互相测量，major atom 之间也是。以这页投影片为例，我们先从 atom mode 的运作原理开始讲解。C1、C2、C3 都是 center atom，其他紫色原子是 major atom，判定间接的距离为 d， 与 center atom 的距离小于 d 的 major atom 会被判定间接并且计数，所以 C1 跟 C2 都有3个原子间接。C3 有2个原子间接，平均间接数为 2.67。下来进入到实作部分，这次的系统是电解质在锂金属表面分解产生 SEI 的模型，要计算氟和几个锂金属配位。一开始我们要先定义键长，因为预设的键长太短，执行下去的平均配位数会全部都是0。我们可以去找论文，或者是使用 Material Project 来找锂和各种元素之间的键长是多少。锂和氟之间的键长是 2.01 个 angstrom。我们先建立一个档案叫做 bond.li， 然后写下 li 减号 f 空格 2.01， 意思是锂跟氟之间的键长为 2.01 个 angstrom。在使用 bond.py 之前，先用 help 看一下 atom mode 的参数。在 mode 的选项当中 ，A 是指 atom mode，C 是指 cluster mode， 预设是使用 cluster mode， 所以等一下要用 mode 标签把它改成 atom mode。我们要开始下达指令 bond.py 引入数据档 x.car。由于我们要使用的是原子模式，所以要引入 mode 标签，并且使用简写 A 来指定为 atom mode。同时，我们要使用 bond 标签，把之前的键长资料给引进来。由于我们想要探讨其中一个分子的配位情况，所以要使用 molecules 标签把分子相关的讯息给引进来。本程式并不强制提供分子相关的讯息，有提供才能使用 MOL 开头的指令。如果没有提供却使用 MOL 相关的指令，会被互动界面打回票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原子输入环节，输入方法请参考这个投影片的范例，本影片不会详细讲解，有需要请暂停研究，详细说明请见之前讲解原子输入的影片。由于原子需要区分 center atom 跟 major atom， 所以采取的是多区块批次输出。一共会分成2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 center atom， 第二个部分是 major atom， 中间以空格分开。第一个实例呢是测氟和几个锂间接，所以氟是 center atom， 锂是 major atom。不过我们要记得，电解质里面也有锂离子，如果只想要探讨 SEI 的话，锂离子是不可以纳入计算的，所以要排除掉474到477的原子编号，这样子就可以完成锂氟键长的输入。第二个实例是使用 PF6 编号1的原子，
所以说我们要输入的是89、87、85、90、91、92，中间以逗号分隔。同样，我们也要排除掉锂离子的部分。第三个实例是 pF6 第二个分子与锂金属之间的配位数。我们可以输入的是这一段，空格一样，只记录锂金属的部分，然后输入 AND 就可以进入到步数的输入环节。由于 SEI 在反应末期形成，所以取几步我们必须要看什么时候没有新的断键事件发生。如果说最后的1000步就没有新的碎片产生的话，就取末1000步。不过我们为了避免运算耗时过久，我只写最后的100步。所以说时间输入就是-100冒号-1。第二个例子也是使用末100步，由于跟上一个例子是相同范围，我们只要输入 SAME 就可以了。第三个也是一样，输入 SAM。那接下来呢，程式就会进入读档以及分析的部分。这里有一个输出档 bond.csv， 可以按右键开启，以 Excel 的方式来显示。第一列是锂跟氟之间的输出结果，第二列则是 pF6 编号1和锂金属的输出结果，第三列是 pF6 编号2和锂金属的输出结果。第二行是平均配位数，第三行是标准差，后面2行是使用的原子和步数等资讯，确保数据可回溯。锂跟氟之间的平均配位数是 1.11， 但是这个结果问题很大。我们用以下的例子来说明。pF6 编号1的氟已经是 SEI 的一部分，平均键结数 2.46， 可是在 pF6 编号2的电解质中，平均键结数是0，因为它并没有跟锂金属产生键结。第一个例子等于是将成为 SEI 一部分的 pF6 编号1和 TFSI， 以及在电解质中并未与锂金属参与反应的 pF6 编号2和 pF6 编号3混在一起做平均。由于这些分子的环境截然不同，我们不可以简单地将它们平均，因此特别提供标准差供大家来参考。如果说标准差太大，暗示了混杂了至少2种不同的化学环境，我们可以从第一个例子发现，平均数减掉一个标准差之后，已经小于0，代表里面混了非常多没有键结的氟。要记得，这些工具都只是协助各位分析的助手，而非万灵丹。辨识数据真伪以及合理性必须要靠各位的化学直觉以及专业知识。关于 Atom Mode 的说明到此结束。再来是说明 Cluster Mode。首先说明其运作原理。亮绿色是 Center Atom， 紫色是 Major Atom， 蓝色则是键结。刚才说过，程式只计算 Center Atom 跟 Major Atom 之间的键结。Major Atom 即使靠得非常的近，也不会有任何键结。同理 ，Center Atom 也是。这个系统有2个团簇，第一个团簇有2个氯原子跟6个子原子，第二个团簇有3个氯原子跟5个子原子。在计算团簇占比时，我们采用的是中心原子的个数，而非团簇的总数或原子的个数。因此，左边的团簇有2个 center atom， 占比是2/5，也就是40%。右边的团簇有3个 center atom， 占比是3/5，也就是60%。再来进入到实作的部分，跟 Atom Mode 差不多，只要把 Mode 改成 C
cluster mode 简写就可以了。同时引入 molecules 的标签。这一次我故意不写 bond 标签，改用互动界面来输入。但是我这一次也不想用互动界面来输入原子跟步数相关的资讯，改成使用 atom file 标签跟 step file 标签。首先创建一个 atom file 档案，来输入原子相关的内容。我们同样来讨论氟跟锂之间的关系。第一部分输入氟，第二部分输入的是锂金属。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人想问，不是说要精准的选择原子吗？在 Atom Mode 上面是这样讲的。那么我们直接选择所有电解质的氟原子是不会有问题的吗？是没有错，但是在程式侦测某个氟没有跟任何的锂金属形成键结的时候，不会纳入计算。所以我们只要把电解质当中的锂离子排除掉，即使选择了所有的氟原子，也不会影响结果。那么这一次我们就来精准的选择氟原子。由于分解成 SEI 一部分只有唯一的 TFSI 和 PF6 的氟，因此呢，第一部分我们就是指定 TFSI 的氟以及 PF6 编号1的氟。锂呢，一样是锂金属。那步数的部分，我们呢创建另外一个新的档案叫 step file， 同样只取最后的100步。然后呢，使用 atom file 标签把原子相关讯息引入 step file 标签，可以把 step file 相关的讯息给引入。由于我们刚刚没有提供键长相关的讯息，所以说我们不可以跳过，要直接输入，否则呢不会有任何键结产生。输入方式跟 bound 标签是一模一样的，输入锂减号 F2.01，然后输入 AND， 这样子就会开始进行读档以及分析。产生的一个输出档 bond.csv， 按右键开启，以 Excel 的方式来开启。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第一个例子是记录所有的氟，第二个例子则是只有 TFSI 跟 PF6 编号1的氟。Step 是记录所有的步数，前2行是记录团簇 center atom 跟 major atom 数量。第3行统计个数，记录方式已经在前面说明。第4行则是记录团簇在整体当中所占的比例。我们简单的来稍微观察一下，其实数据是一样的，唯一的差别只有在计算的时间。因为前者纳入了许多不参与键结的原子，程式需要去计算并且筛选掉这些无效的数据。后者因为精准的选择，计算时间比较短。本程式是为了分析原子键结所设计的工具，提供 Atom Mode 计算原子的配位数，以及 Cluster Mode 量化原子团簇的整体比例。希望本程式能够协助你分析，并且佐证你的研究。